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Raspberry Pi 4，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树莓派啊。它现在是第4版的，就是树莓派4，是2019年最新发布的这个版本。现在我拿到这个盒子呢，就是它是4GB 的内存的。我们简单看一下，这是它的这个出厂的这个盒子，背面写有它这个硬件的配置一些参数。它这个树莓派4呢，相对于上一代树莓派3呢，这个硬件的升级呢，就是升级了很多，就性能更加强劲。好，现在我就把它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打开这就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小盒子，上面放着这个树莓派4的这个主板。好，现在把它拿出来看。这里面还有这个说明书。简单的这个说明书 ，Raspberry Pi 4 Model B 型的这个，还有这个多国语言的这个说明书。这里还有个小板子，它这里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太低温，然后怎么个摆放方法，就简单的这么一个小卡片。现在就看一下这个树莓派4的这个主体，看一下，这个跟上一代树莓派3呢，有点稍稍的不同啊。这个就是它的 CPU， 这是它 CPU。这 CPU 呢，它现在升级到这个博通的这个 BCM2711这个处理器，然后它的 CPU 是4核的 CPU， 是这个 A72的64位的这个 CPU， 然后它的频率呢就达到了 1.5 赫兹。然后旁边这个黑色的是它这个内存的颗粒。内存的颗粒上一代就是树莓派1、树莓派2和树莓派3，它这个内存呢都是固定的。现在这个树莓派4呢，它就改为有几个内存可以选择。默认呢，它有这个1GB 的内存，还有2GB 的内存，还有最大达到4GB 的这个 SDRAM 的这个内存 DDR 了。这个内存呢就比上面一代这个树莓派3呢，这个就是增加了很多，而且可选性，就是可以你给1GB、2GB、4GB 的选择。然后这边呢是以太网口，这边是以太网口，然后有2个 USB 3.0 的这个接口，还有2个 USB 2.0 的这个接口，总共有4个 USB 接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 USB 口，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 USB 供电的，就是跟这个 Type-C 一样的这个接口，这个 Type-C 的这个 USB 供电的这个接口。然后这边的是这个音频接口，立体声的音频接口。这中间2个是这个 HDMI 的这个接口，这个 HDMI 呢，就是从它之前呢就1个的接口，现在就变成了2个的接口，就多了一个 HDMI 接口，现在总共有2个 HDMI 接口，而且它这个 HDMI 接口呢，也是比上一代升级了很多。它现在这个 HDMI 接口呢，就是支持 4K 的视频，而且支持到60帧的这个视频的 4K 视频的播放，
然后上一代树莓派3呢，它只支持这个30帧的这个视频的播放，它现在就升级到这个支持4K 60帧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播放。所以你看，用这个树莓派4来看4K 的视频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流畅的。因为它这个处理器啊，跟这个内存啊，以及它这个 HDMI 的接口呢，都达到了这个4K 60帧的这个视频的播放的这个要求。然后这边的就是 GPIO 的这个接口的这些针脚了，所以它这个扩展性也是蛮强的。背后看一下，背后的这个电路板就没有什么。这里有个 SD 卡的这个接口，就是这个 SD 卡。如果你要安装操作系统的话，就把你这个系统的这个部件呢，就写入到这个 SD 卡里面去，然后再把它插入到这个插槽之内就可以使用了。把它插到这里，就把你这个系统固件写入进去，就可以插入进去，然后上链之后就可以开机使用。当然，它这个内存卡的话，你容量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了。你可以是8G 的，或者16G、32G 都是可以的。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要写入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大小来选择这个容量。好，这个是前罩的网口。好的，这边是 USB Type-C 的这个供电，这供电接口是跟之前上一代是稍微的有点不同。整体来说，这个树莓派4呢，就是硬件的这个性能呢，比上一代的这个树莓派3呢，就是强劲了很多，速度也快了很多，而且主频现在是达到1.5赫兹这个主频。好，另外说一下，它是主板上面呢还自带了这个支持这个 WiFi 无线以及蓝牙，蓝牙支持是到5.0的。然后这个 WiFi 呢是支持双频的，就是 2.4G 跟这个5G 的这个 WiFi 信号。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这个主板它是没有天线的，没有 WiFi 天线。它这个 WiFi 信号呢，指的是它这个网络芯片上面发射出来的，它没有天线，所以它这个 WiFi 的信号呢相对弱一些。如果有外置的天线的话，就这个 WiFi 的信号呢，可能就会更加强劲。但是它这个主板上面没有印刷这个天线，就直接从它这个芯片发射出来的话，这个信号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一点。当然呢，如果你是因为它这个树莓派只有一个千兆网卡、以太网卡的这个接口嘛，如果你想接多一个这个 LAN 口或者 WAN 口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你可以用这个 USB 的这个 USB 转这个有线或者无线的这个网卡来使用。比如我这里有个 USB 的这个有线转有线的这个接口，你看这个 USB 呢，这里是转有线的，然后把它插入这里，然后你这里就可以接多一个网口来使用了。比如你这里是作为是 LAN 口的话，然后你这里就可以当成这个 LAN 口来使用，或者倒过来也可以，这边当做 WAN 口，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LAN 口，就是对调一下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在这个系统上面去调用一下这个网口的这个功能。当然，如果你想用它这个 WiFi， 想加强它这个 WiFi 的信号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类似于这种的这个 USB 的无线网卡。你看它这种 USB 无线网卡，它这个无线的这个 WiFi 的这个天线呢就比较长了，就是信号比较强劲了。
你就可以把它插到这个树莓派的这个 USB 口，把它插入到上面去，这样子你用来当做一个这个软路由啊，或者这个跑其他系统都可以，就是你这个 WiFi 信号呢就大大的增强了，因为它内置的这个 WiFi 天线是集成到它这个主板上面去了嘛，所以它这个 WiFi 呢相对来说这个信号是比较弱的。比如你外接一个 USB 的这个无线网卡的这个 WiFi 天线，那你这个 WiFi 无线信号就非常强劲了，就是很远的距离都收得到了，就不会说隔一堵墙你这个 WiFi 信号就没有了。所以你接多一个 USB 的这个无线网卡来使用也是非常的好的一种方式。这次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现在要来我自己制作了一个 OpenWRT 这个 for 这个树莓派4的这个固件，然后我之前呢也到这个开源社区 OpenWRT 这个开源社区去找一找，但是发现这个官方 OpenWRT 开源社区官方呢，它并没有出这个树莓派4的这个新固件，只有树莓派3或者树莓派3或者树莓派2、树莓派1早期那些硬件的固件。这个 OpenWRT 这个树莓派4的这个固件呢，就现在很不多。所以这次呢，我就亲自来制作一下这个树莓派4的最新的 OpenWRT 这个系统固件，而且集成了众多强大的功能的插件，包括可以科学上网、海外加速这个功能的插件和集成了进去。现在目前这个固件是最新的，而且是功能最强大的。好，现在我就来准备把这个最新的固件呢刷入到这个树莓派里面去来使用。好，现在我们需要接上这个电源线先，就这个 Type-C 的电源线先插上去，再接上你这个显示器的这个线，显示器的线就是这个迷你 HDMI 的这个接口，迷你 HDMI 的接口。不是这个。这条线是这个迷你 HDMI 的这个接口的线，它是支持这个 HDMI 2.0 的 4K 60帧的这个视频。再接上这个 USB 键盘跟 USB 鼠标的这个接收器，接进去。然后这边就插上网线，当然，如果你要插那个 USB 的网卡也是可以的。你 USB 网卡，那你就直接把它插上去，这样子你这个 WiFi 的信号就大大加强了。它这个电源线这里有个开关，你看这里有个开关非常方便，这样子你每次开机就不用拔插这个电源接口了，你就直接这个开关这里按一下就可以了，就非常的方便。好，现在我就准备来开机了。好，现在已经开机了。现在它这有个指示灯，指示灯已经亮起来了，这个指示灯已经亮起来了。好，它现在正在开机。因为现在这个我这里插的这个内存卡嘛，现在还没有写入部件，所以现在开机呢也是还没有插入系统的。待会儿我要回到电脑画面上去，把这个我最新编译出来这个 OpenWRT 软路由的固件呢，刷写到这个 SD 卡里面去，然后再插入进去来启动这个树莓派这个系统。好，现在我先把它关机先把这个固件先写入先。好，现在我就把这个 SD 卡
插入到这个读卡器上面去，然后再插到电脑上 USB 口去把这个固件写入。你用的这个 SD 卡这个容量呢，现在我这里插的是16GB 的，当然你用8GB 的、32GB 更大容量也是没问题的，都是可以的。好，现在就切换到这个电脑画面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写入固件，以及开机之后进入它这个 OpenWRT 最新版本的这个软路由固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设置界面过程，跟大家演示一下。好，现在我们就来制作这个在树莓派4上面运行的这个软路由的这个。首先把你的 TF 卡呢插入到你这个读卡器上，再插入到电脑的 USB 口。现在插入到这个电脑的 USB 口，但是现在电脑已经检测到这个 TF 卡了。首先呢，要把这个固件呢先从网盘上下载下来，然后固件的下载地址呢会显示在屏幕上方，从那个网盘的链接下载，只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下载下来就得到这个压缩包的这个文件。首先我们需要把它解压开来，这里点右键解压，密码是我的名字。好，现在已经解压开来了，我们点进去看一下，点这个文件夹点进去。这里面有这个 U 盘写入的工具，就是这个 Win32 Disemegger 这个写入 U 盘的工具，还有个立密文件。立密文件我就简单写了一些刷固件的这个注意事项，以及是这个软路由的简单的这个配置信息，这个文本文件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如果你是用这个，通常这个 U 盘写入的这个固件工具呢有好几种，还有一种是这个 Etcher， 用这个 Etcher 来写入这个固件到 U 盘或者 TF 卡也是 OK 的，比如这个 Etcher， 还有这个 Win32 Disemegger 这两种工具来写入到这个 TF 卡都是 OK 的。好，现在打开是这个 Etcher， 然后你要用这个 Etcher 来写入到，把这个固件写入到这里来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把这个固件拖到这里来，然后它当前检测到这个 TF 卡容量是16G 嘛， 15.93GB， 然后再点一下 Flash， 它就可以写入进去了。或者你用这个工具，刚才它这里软件包里面附带的这个工具，就 Win32 Disemegger， 用这个工具来写入这个也是可以的。不过它这个工具就要把这个镜像文件再解压一下，就得到这个 IMG 后缀的这个像文件。好，我们打开这个 Win32 这个写入工具，然后浏览到这个固件的所在目录。浏览到固件所在的目录呢，先点进去，然后选中这个 IMG 后缀的这个固件影像文件，选择打开。这个选中这个 TF 卡或者 U 盘所在的这个盘图，选中它，然后就直接点写入就可以了。它这里有个提示是否要覆盖，点一下 Yes， 点一下 Yes。它现在就开始写入，我们等待它这个固件写入到 TF 卡里面，写入完成之后，就可以用它来启动这个树莓派这个硬件设备了。这里稍等一下，等它写入完成。这个写入的速度还蛮快的，大概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写入完成。你要花了21秒的时间。好，现在已经写入完成，我们点一下退出，再把这个 USB 口上面的 TF 卡把它退出来。好，现在这个 TF 卡已经退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再打开，再把它插入到这个树莓派这个硬件设备这个 TF 卡槽里面。
好，现在我打开这个监视窗口这个 VLC 这个画面这里来，点一下，这时候树莓派你就插上电源上电就可以了。好，现在这个树莓派我已经开机了，上电开机了，你稍等一下。好，现在看到的是个树莓派这个开机画面，现在已经系统正在启动当中，现在出来很多一些滚动的信息。好，我们稍等一下，在它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OpenWRT 这个网络游的这个系统。好，在这个启动等待过程中呢，我顺便跟大家介绍2本这个有关树莓派的这个书籍。一本呢是来自官方的这个书，叫 Raspberry Pi 这个 Beginner's Guide， 就是树莓派的入门手册这本书。另外一本是国人翻译的这个我爱 Raspberry Pi， 就是我爱树莓派的这2本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好，现在启动应该完成了。接上这个 USB 键盘或者鼠标的话，你可以按下键盘上的这个回车键。好，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Tony 这个信息，就说明现在已经启动完成了。我敲入这个命令来试一下，还有回这个命令说明现在启动完成了，可以进入到这个中南控制台，输入相关的这个操作了。好，现在我就把这个 VLC 的这个监视窗口先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就现在树莓派呢已经用这个网线连接到这个电脑上的口，现在是电脑连这个树莓派的这个网口的。好，现在我们打开流量器来，把它进入到这个树莓派这个最新固件的这个 IP 地址，默认的 IP 地址是 192.168.3.2， 是这个 IP 地址。我们输入这个 IP 地址就可以看到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的这个登录页面。这里的登录的用户名称默认的是 root， 密码是 password。好，现在我们输入 password， 再点一下这个登录。好，现在就已经登录进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莓派的这个固件的相关的这个信息。你看 ，Raspberry Pi 4 Models 这个型号的。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的功能菜单了。这功能菜单跟以往的这个 OpenWRT 这个固件呢，都差不多类似的，不过这个我现在集成的这个插件呢，就集成了很多插件进来了，有这个外管理啊，系统管理啊，管理权限的设置啊 ，BYD 的终端啊，软件包啊，灯像，异化任务，挂载点， LED 配置。备份和升级，自定义命令，服务下来菜单这里有 Cool Proxy 跟下面这个 AD-BYBY 呢是相同类似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插件，你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就不用2个插件都同时开启。同时开启的话，它有冲突的，就有可能会不能使用，开启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再接下来是上网时间的控制，看一下，这里看一下，这些插件呢都要配置之后才能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喜欢用的这个解锁网页源飞速歌曲这个功能插件，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插件。网络代理的插件，动态 DNS 插件。WiFi 计划就在这里，你可以定时开启 WiFi 或者关闭 WiFi 这个信号。DNS 加密的，硬盘休眠的插件。
编译加云盘提速插件，还有网络唤醒的插件，及 WatchKey 的插件，还有网络共享的插件等等，还有 OpenConnect VPN 的插件，OpenVPN 客户端的插件。下面是 DNS 转发的插件，再接下来有个 HA Proxy 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呢，上次有网友就提醒我把这个功能插件也集成进来。它这个插件呢，就是你可以把你客机上网的这个线路呢做一下负载均衡的一些设置，这个插件也是功能非常的强大。下面还有更多的插件，比如还有什么心率快鸟这个网络加速的插件。网络储存菜单下面这里就有可到云啊 ，USB 打印服务器啊，还有这个 FTP 的服务器啊，然后 VPN 下的菜单就有 V2RAID 的服务器，还有这个 SSR 的服务器。还有这个 End-to-End 的服务器，还有这个 OpenVPN 的服务器，ZeroTire 这个服务器。网络下来菜单这里就可以配置网络的接口无线的接口等等这个网络的相关的这个设置。我们点进去看一下，网络接口这里，因为顺为派它是默认只有一个网口嘛，所以它这里显示出来只有一个网口。当然，如你外接这个 USB 的这个转有线或转无线的这个网口也是可以的，这样子你就可以加多一个 LAN 口 WAN 口来使用，或者加多一个无线网口来使用。无线这里默认已经开启了这个无线的这个信号了，默认的 SSID 就是这个 SSID RPI4 Wi-Fi 这个 SSID。默认的连接密码我是设置成 password 的，直接连接上去就可以使用。还有 DHCP DNS 的设置啊，主机名的设置啊 ，IP 绑定及静态路由等等这些设置，还有诊断。诊断这里你就可以拼一下当前的网络。看到能拼通的话，说明这个网络状态是 OK 的。还有防火墙的设置 ，SQ 的设置 ，QoS 的设置，网络流量的控制的设置，然后动态 DNS 后的这个设置 ，Tube ACC 网络加速的设置，还有多线多波，如果你的这个宽带线路支持单线多波或者多线多波的话，那你用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把这个带宽进加或者这个进行泳移或者负载均衡都是 OK 的。接下来这里是配置诊断及这个负载均衡，就是这个负载均衡 M-band 结合这个多线多波或者单线多波来一起使用是最佳的。宽带监控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络流量啊，网络的上行下行这个流量啊，上下行这个流量带宽这里有个另外加多这个功能插件的，有第一个是一键芝麻开门，因为它默认服务下的菜单这里有个 SSR Plus 这个功能菜单是没有显示出来的。以前的方法就是用这个神秘代码做一下神秘代码，在命令功能控制栏那里输入就可以了，但是那个命令呢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像我做成一个一键开启芝麻开门的这个菜单，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就可以开启了。现在点完之后，这个芝麻开门就已经开启了，我们只需要再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这里刷新一下，就有这个 SSR Plus 这个功能菜单已经显示出来了。接下来这里有个这个梯子，这里有常见的一些免费的梯子，
这个快捷方式以及梯子的一些工具的下载链接。这有个解密这个 SS 或者 SSR 链接的一个小工具人。这里有个重启的快捷按钮，只需要点一下这个快捷按钮就可以重启这个酷美派的这个设备了。接下来这个 Telegram， 就是你想加入我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的话，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 Telegram 就可以跳转到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了。接下来就有个关机按钮，需要关闭你的设备的话，你就点一下这个关机按钮就可以了。再接下来就有个便切贴记事本的这个小工具，在这里可以生成这个记事本，在这里写下了一些文字的信息，它会保存在这里，下次你重新打开来，它还会显示在这里了，这个都非常方便你做一些简单功能，这个记事或者一些小小的一些记录的。最后一个是电子书，就刚刚我刚才说到的，这有个官方的这个 Raspberry Pi 的这个 Beginner Guide 的这个电子书，即有国人翻译的这个爱上 Raspberry Pi 的这个电子书，这个是中文版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书店买来看，或者网上去下载电子书是 OK 的，就是加强你了解这个数美派的相关这个信息，这个数美派的相关的这个功能使用。这个功能菜单就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做详细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介绍了。现在我们就来先跟大家演示一下设置这个 SSR 的 Plus， 就是进行和谐上网海外加速的这个功能插件。在这个插件这里，你就可以添加你所需要的这个可携上网这个线路，把这个节点信息把它添进来使用就 OK 的。这里我们点选一下这个节点服务器节点，这里在这个页面把它拿下来，再点一下这个添加按钮，再点一下，然后这里呢你就可以导入你相关的这个 SSR 或者 SS 或者 V2Ray 的这个可携上网这个节点信息。有第一个就是 SSR 的，第二个是 SS 的，第三个是 V2Ray 的。这里我选择一个 V2Ray 的这个节点信息，把它导进来使用吧。我把这个信息把它复制进去 ，IP 地址，再把这个端口号贴进去 ，ID 号。这些具体的配置信息就根据你自己的线路的节点信息来填入进去了。传输方式这里是看一下，它这个传输方式 TCP 的，伪装类型是 XVideo 的。输入完相关的这个配置信息，我们就把这个页面滑起来，再点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保存跟应用的这个按钮，点一下保存这个视频。现在看到这个节点信息已经保存进去了，在这个节点列表这里，下面这个列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添加进来这个 V2Ray 的这个节点了。我们现在点一下这个客户端的这个页面去。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当前这个 SSR Plus 这个运行的状态是未运行的，我们现在要启用它，点一下这个主服务器下面这里，选中这个 V2Ray 的这个节点，选中它，然后这个运行模式这里有多种，第一种是功夫网列表的模式，第二种是绕过中国大陆 IP 的模式，第三个是全局的模式，第四个是海外用户回国的模式。通常我们选择第一个默认的模式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要用全局的模式去上网也是 OK 的。
好，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全局的模式来上网了。好，再点一下保存的应用。好，它现在就把这个配置信息呢保存进去，启动这个客户端程序了。好，现在看到这个 SSR Plus 的这个运行状态也是运行中的。我们点一下这个状态的这个页面，我们检测一下。在这个页面这里呢，你就可以检测一下你当前的这个网络状态的这个连通性。我们首先来更新一下这个 IP 数据库。好，它现在提示你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新的。再点一下这个百度的连通性检查。好，显示连接的状态也是 OK 的。再点一下这个谷歌连通性检查。好，显示这个谷歌连通性检查也是 OK 的。说明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访问海外的网站。好，我们打开这个谷歌的网站来试一下吧。在地址栏这里输入谷歌的这个地址。好，现在是可以看到这个谷歌地址已经可以打开了。输入关键字来搜索，比如说 Tony NanoPi。好，再点一下这个谷歌搜索。好，现在这个谷歌搜索也是没问题了。我们浏览一下这个，我之前有个视频呢，是关于 NanoPi 的，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YouTube 的这个视频。好，我们跳过一下广告。好，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YouTube 视频了。现在通过这个树莓派来进行客企上网浏览这个 YouTube 视频也是没问题，这个视频也是能正常浏览到的 OK。好，我们把这个页面滑下来看。这 YouTube 的视频就是这个页面都是正常浏览到，没问题的，是 OK 的。再点一下其他视频。好，这个视频正常播放没问题。好，我们把这个页面关掉，再返回到这个树莓派的这个软路由的这个界面。这里呢有个 TTYD 的中央文点，继续看一下。这里的登录的用户名是 root， 密码是 password。在这个命令控制台呢，你可以做一下相关的这个命令输出还是相关的这个操作了。如果你用 USB 网卡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输入命令，比如说这个 ls_usb，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 USB 的这个状态了。比如我插入一个 USB 网卡这个设备。好，这时候我们再来输入这个 USB，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当前有个这个 USB 网卡的这个信息了，看到没有？这也就是 USB 网卡这个信息了。然后第一个这里呢是我这个 USB 键盘的这个接收器，然后这一个就是 USB 网卡 USB 无线网卡这个信息。只要你的 USB 网卡能被它这个系统识别到了，就可以支持使用。除非你是新的网卡，有些它驱动还没有被这个 OpenWRT 支持的话，那你这个它是识别不到这个型号了。只要它这个型号能识别到，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不用了，我们就说 ESIT 退出来，咱们再返回一下。好，这个固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功能呢，就跟大家简单演示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呢，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建议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讨论。还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 Telegram 电报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这个 Telegram 电报的这个交流群组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如果你支持我这个固件的分享视频的分享的话，也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微信二维码，还有 PayPal 的二维码，支持一下 Tony。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小小的帮助啊，请多多点赞视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订阅我的频道。下次我更新视频的时候呢，这个系统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你。这次这个树莓派最新科技上网的这个功能强大的这个固件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你的观看，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好，拜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